美国的商界大佬们这几天在北京参加所谓高层论坛，而且习近平还亲自会见了他们。习近平再次发表亲美言论，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双方要加强交流。是通过交流嘛，交流合作，最后交融，那不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吗？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次参加习近平亲自接见的都有谁。主要的人物有这么几个，除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头子以外，还有就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 Graham Allison， 他本人就创造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词。另外还有黑石集团的 CEO， 高通集团的 CEO， 联邦快递的 CEO 等等等等。可以说中国市场足够大，中国的制造仍然是世界的中心，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对这些企业来讲，他们仍然过度的依赖中国的贸易。那问题在于什么？在于我们看习近平讲的这个话，他强调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说双方要加强交流，但是讲了半天似乎是为交流而交流，为融合而融合，但是你得有一个目的，融合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要获利。 OK， 现在问题就在很多的外国企业在中国获利越来越少，这些人愿意到中国去，愿意见习近平，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还能获利还有一定的利润，可是这个利润在过去这些年越来越少。 OK， 从这些外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就可以看得出来，几乎都在减少投资，说明在中国做生意越来越困难。一方面中国的这个消费降级，市场越来越小或者说增长速度越来越慢，另外就是这个中国制造现在在把产业链转移，所以不管是需求端还是供给端，其实对这些外国企业来说都是吸引力越来越小的。但是我们看到习近平这些讲话并不能给这些企业带来足够的信心，但是呢他要见你不可能不见，因为在中国还有利润，还是要见的。相信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不会因为见到习近平而改变，他们该撤资还会继续撤资，该减少投资还会继续减少投资。我们可不是空口无凭这么讲，我们就看去年黑石集团他们在中国抛售了11个物流园区，总价值超过100亿人民币，而且把这个投资转向到欧洲。这11个物流园区位于11个城市，包括南京、武汉等地。黑石的 CEO 曾经提出过，说中国是他们最大的机会。没过2年，我们看到他不仅在大肆的抛售，他在中国的这个公募基金当中的排位已经降到了140多名。在2021年的时候，他们还寄予期望，说中国可以扩大对这些外资的市场，然后他们还进行了一个资金的募集，叫做贝莱德中国新视野投资基金。结果这个基金到了2023年，总资产已经缩水 47%， 几乎腰斩，总回报率为负 30%， 谁投资他们谁就巨亏。这可是黑石集团呢，可是有这么多的金融人才啊，对吧？他们讲的话难道比公资神讲的话还没有说服力吗？但是咱们拿数据说话，看看他们在中国亏了多少，这不是我没有提醒过，对吧？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说了，做空港股，做空中国没问题，肯定赚钱，他们偏偏要做多，结果腰斩。这说明2个问题，第一，华尔街的人不可信，他们的这么多的分析师并不一定真的能够替你赚钱，他们的宏观判断，特别涉及到地缘政治的判断，还不如公资审。第二就是他们虽然亏了，虽然他们这个资金缩水，让很多的投资人损失惨重，但是他们可以从中赚取利益，就是他们有管理费，就算你跌得再惨，那也是投资人损失，他们仍然可以赚到管理费，仍然是赚钱的。这就是问题所在了嘛。所以他们对你们是不负责任的。就算他们认可我的说法他们有些分析师分析出来了中国的经济这个中国官方的数字是不可信的，但是他们仍然会让他们的这些投资人去追加投资这就是华尔街的贪婪。所以不要过度相信这些大的企业、大的金融财团，这些所谓的基金经理，他们华尔街投行随便一个人都比我挣得多得多但不代表他们说的话就是真的，他们就是为你好。相比黑石，高盛集团就诚恳得多。前不久高盛集团的首席投资官就讲了，说现在不要投资中国，就算中国现在股市很低这是一个逢低买入的机会，但是也不要轻举妄动，因为你不知道它是不是还会继续的跌。可以说没有最低，只有更低。所以怎么看这次的高层论坛，怎么看中国政府向美国示好，我觉得
从一点上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习近平的讲话空洞无物，没有实实在在的具体怎么来帮助这些西方企业在中国做生意，怎么样继续的扩大开放，没有，全部都是还在忽悠，说我们要交流，我们要共荣。可是你如果不能给对方足够的利益的话，凭什么跟你交流？凭什么跟你共荣？所以这次的会议上边习近平的讲话，底下人在抄笔记，有人开玩笑说这是一场面试活动，在寻找下一个基辛格，寻找另一个中国在美国的代理人选。只不过我们不要把这些华尔街大佬们当成傻子，他们来只不过是政治需求啊，毕竟在中国还有一点生意，毕竟这么大的国家啊，邀请你来，由习近平亲自出现，你怎么着给点面子？但是事实的数据，他们确实真金白银的损失会让他们清醒，不管他们嘴上怎么说，他们心里清楚，此地不宜久留。那你可能会问了，为什么习近平只是说大话，只是摆出一个对西方友好的姿态来，而不是真真正正的要做一些事情，实实在在的事情能够吸引外资？那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中国政府的目前策略，很明显就是他因为受到了政治经济上的双重压力，内忧外患不断，所以说他需要稳住国际局势，稳住外部对他的压力。那这种情况下他要示好，从两会开始就是不断的示好，对吧？但是这些示好全部停留在口头，停留在表面动作上，但没有实际的真真正正的为这些在中国做生意的企业家来着想，因为你没有办法提供相应的政策，因为这些外资企业只不过是共产党利用的工具而已，你不能让他们在中国得势，获得巨大利润，甚至垄断金融市场。毕竟中国本土的企业跟他们根本没有竞争力，这就为什么要限制这些外资。共产党不仅不信任这些外国企业，他甚至连本国的民营资本、民营企业都不信任，因为你们不是共产党自己人。因为在整个党国体制下，党的生存和权利是永远处于第一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有潜在的威胁党的统治的话，那么都要进行限制和打压。而这些外资也好，或者是受到外资影响的这些民营资本也好，都是共产党监控的对象，所以说不可能让他们得势，让他们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啊，做不到。所以还是要做大做强国企，是吧？还是要让国家来对他们进行敲打。那别人当然不相信你可以继续的开放了。所以问题出在没有互信，没有互信的原因是中国不想被西方的资本所操控啊，他要由共产党来统治这个国家。那么这样的话，那么中西方就不可能继续的融合，像习近平说的继续的交流。你为交流而交流没有意义啊，一定要有实际的合作。而实际的合作，共产党又认为这会影响到我的统治，那怎么办呢？那现在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只能停留在这些表面动作上。那么接下来这些企业会进一步的，不管他在表面上是如何的夸中国，或者是跟中国友好啊，那见习近平，对吧？认真的做笔记，但是私下的动作不用想，过去这几年都看得一清二楚了。他们也会继续的逃离中国。上期刚讲过，微软，对吧 ？AMD、英特尔这些公司的产品在中国处处受限，逐步他们要进行国产替代。所以这种活动，说实话，真的办一次少一次。习近平亲自出马才来这么点人，还有很多的大企业的老板也都不来，这也说明了问题，他们对中国的耐心也在逐渐失去中。再加上在中美冷战走向高潮的时候，又必须要清晰的站队，那么留给习近平的时间真的就不多了。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如果大家喜欢这节目，也欢迎加入会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